各位网络上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。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明明晚饭吃得挺清淡，睡前也没吃什么咸东西，可一到后半夜，大概凌晨3、4点钟的时候，突然就像被身体里的闹钟叫醒一样，猛地从睡梦中惊醒过来。这一醒来可不得了，第一感觉就是嘴巴干得厉害，那种干不是普通的口渴，而是像嘴巴里刚被火烤过一样，舌头都要粘在上颚上了，喉咙发紧，火烧火燎的难受。这时候您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找水喝，咕咚咕咚灌下去一大杯水，以为这下能舒服了，能接着睡个安稳觉了。可是呢，没过多久，那种干涩的感觉又卷土重来，甚至更让人难受的是，舌尖还泛起一股挥之不去的苦味，那种苦像是吃了黄连，又像是胆汁都吐出来了，又涩又苦，那种味道在嘴里转来转去，漱口都漱不掉。这种感觉一旦上来，想再睡着可就难了。您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怎么躺都不舒服，心里甚至开始莫名的烦躁、心慌，眼睁睁地看着窗外一点点变亮，听着外面早起的鸟儿都叫了，自己却是一夜无眠。很多朋友跟我抱怨说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每天睡前特意多喝几杯水，心想把水补足了，半夜总不渴了吧。结果呢，半夜还是照样口干口苦，还得频繁起来跑厕所，觉睡得更睡了。第二天起来头昏脑胀，精神差得不得了。今天陈医师就要跟您说句实在的大实话，这根本不是缺水那么简单。如果您以为这只是身体缺水，或者是年纪大了津液自然变少，那您可就走偏了。这其实是我们身体里的高速公路堵住了，具体来说是您的肝胆经络堵了，津液送不到该去的地方，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这种半夜口干口苦、喝水不解渴的情况，请在评论区留个言，打个1，或者写下您的症状，让我知道有多少朋友正在受这个问题的折磨。也请大家动动手指，帮影片按个赞。您的这一个赞，能让更多有同样困扰的朋友看到这个影片，帮他们找到病根。也许您的一个善举，就能帮别人睡个好觉。我见过太多的中老年朋友被这个问题折磨得苦不堪言。有的朋友因为这个毛病失眠了5、6年，整个人瘦得脱了相；有的因为长期口苦，吃什么都没味道，食欲严重下降，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，抵抗力也跟着垮了。最让我痛心的是，很多人都走了弯路，要么拼命喝水，把肾脏喝出了负担，导致眼睛浮肿；要么自己去中药行买些清热降火的药，什么黄连上清丸、牛黄解毒片乱吃一通，结果火没降下来，先把脾胃给伤了，一吃凉的就拉肚子，胃里冷痛，可口干口苦的情况反而越来越严重。这都是因为没找到病根啊。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施治，我们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，那都是脏腑在向我们求救。半夜口干口苦，这不仅仅是嘴巴的问题，它恰恰是肝胆经络淤堵、疏泄失常的最直接表现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大家可能听说过子午流注，这是中医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医学概念，它就像是我们身体里的生物钟，它告诉我们人体内的气血运行在不同的时辰，会流注到不同的经络，去执行修复和保养的任务。凌晨1点到3点，也就是丑时是肝经当令的时候，也就是肝脏工作最卖力的时候，紧接着3点到5点是寅时，是肺经当令的时候。您想一想，如果您总是在这2个时间段莫名其妙的醒来，那是不是说明这2个脏腑的功能出了问题？他们在加班的时候遇到了麻烦，所以把您叫醒了。中医认为，肝主疏泄，肺主气湿呼吸，这2条经络其实是紧密相通的。肝就像是我们身体里的交通警察，负责指挥气血的运行道路是否畅通。如果肝胆经络堵了，肝气就无法正常疏泄，交通瘫痪了，气血就过不去，气血过不去，就会进而影响到肺的宣发功能。大家知道，我们的津液
水分是需要靠气来推动，才能输送到全身各处的。如果肝气郁结，气机不畅，津液就无法通过经络输送到咽喉部位。我们的咽喉就像是身体的一扇门户，它需要津液源源不断的滋养，才能保持湿润舒服。一旦津液输送的道路堵死了，就算您喝进肚子里再多的水，那些水也只是在胃里晃荡，根本上不来，只能暂时滋润一下喉咙表皮，没过几分钟就干了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您喝了水还是觉得口干的原因。这就好比家里的水管堵了，您往水塔里灌再多的水，水龙头还是不出水，道理是一样的。至于口苦，那就更典型了。口苦是因为肝胆淤堵日久，气郁化火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肝火上炎。肝和胆是相表里的，肝胆相照，荣辱与共。胆汁本来应该储存在胆囊里，帮助消化，但是如果肝火太旺，就像锅里的水烧开了往外溢一样，胆汁也会随着肝火往上泛，一直泛到口腔里，所以您才会感觉到那种又涩又苦的味道。尤其是在凌晨，肝胆功能最活跃，最想努力工作却又工作不动的时候，这种感觉会格外明显。我记得几年前我在诊室遇到过一位65岁的张阿姨，她来找我的时候，那个状态我是印象深刻。她跟我说自己半夜口干口苦已经有4年多了，每天晚上都要醒个3、4次喝水，严重的时候甚至要抱着保温杯睡觉，不抱着心里就不踏实，睡眠质量差到极点，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不堪，脸色暗沉发黄，没有一点光泽，黑眼圈也很重，眼袋都要掉下来了。他跟我诉苦说自己试过各种偏方，听人家说喝蜂蜜水润燥，他就喝蜂蜜水，喝的血糖都高了，听人家说吃梨降火，他就天天吃梨，吃到胃疼，甚至还去药房买过那种很苦的清热解毒口服液，一箱一箱的喝，可结果呢，都是治标不治本。有时候吃了药，反而觉得胃里胀气不舒服，还会不停地打嗝，那是脾胃受寒了。我给他把了脉，发现他的脉象是弦色的，弦就像按在琴弦上一样紧绷绷的，这代表肝郁，色则代表气血运行不畅。再看他的舌头，舌苔薄黄而且非常干，舌边还有瘀斑，这正是典型的肝胆经络淤堵、肝火上炎的表现。在问诊的过程中，我问他，您平时是不是爱生气，或者心里总装着事放不下？张阿姨叹了口气，点点头说，自己退休后虽然没什么大事，但总爱为家里的琐事操心。儿子工作顺不顺利，孙子学习好不好，媳妇脸色好不好，他都要管。有时候跟儿女拌2句嘴，或者看个新闻都能气一整天。而且他平时也不怎么出门，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家里看电视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其实像张阿姨这样的情况，在中老年朋友当中真的是非常普遍。人到了一定年纪，脏腑功能本身就会自然减退，这叫人老机器坏。再加上很多朋友平时缺乏运动，出门就是坐车，上楼就是电梯，气血流动的动力不足，再加上情绪调节不当，现在的社会节奏快，老人家虽然退休了，但心里的焦虑一点不少，很容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，肝胆经络淤堵。尤其是女性朋友，因为生理结构和激素水平的原因，更容易出现肝气不舒的情况。所以半夜口干口苦的问题，在女性身上也会更突出一些。讲到这里，很多朋友可能会问，陈医师，您说了这么多，那肝胆经络堵了，到底为什么会影响到口干口苦呢？其中的机理能不能再讲透一点？好，我再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。中医认为肝主疏泄，这个疏泄大家可以理解为疏通、排泄、调达。肝气的疏泄功能正常，才能保证全身气机的升降出入是顺畅的。气行则血行，气行则精布，只有气机顺畅，津液才能正常代谢和分布。如果肝气郁结、疏泄失常，就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，经络就像被石头堵住的小溪淤堵了。
而津液的输布是需要依靠气血的推动力的，一旦气血运行受阻，津液就无法顺利的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，尤其是咽喉、口腔这些位于身体上部需要持续滋养的地方，津液上不来，自然就会出现口干的症状。同时肝气郁结久了就会化火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一堆干柴堆在一起，时间久了内部发热就会着火，这个火就是肝火。肝火旺盛之后会直接灼伤我们体内的津液，把本来就不多的水分给烧干了，让口干的症状更加严重。而且胆汁是由肝脏分泌、胆囊储存和排泄的，肝气疏泄失常也会直接影响到胆汁的正常排泄，导致胆汁不循肠道逆流而上，泛到口腔中，从而出现口苦的感觉。这就是为什么半夜口干、口苦总是同时出现，是一对难兄难弟，而且喝再多水也无法缓解的根本原因。因为水解决不了火和堵的问题，很多朋友治水调理不好，就是因为误解了病因，把肝胆经络堵了当成了单纯的缺水或者上火，盲目的喝水、吃清热药，结果不仅没效果，还可能加重病情。比如那些清热解毒的药，大多是寒凉之品，长期服用会损伤脾胃的阳气。脾胃是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，脾胃伤了，气血生成不足，反而会加重经络淤堵的情况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而过量喝水会增加肾脏的负担，尤其是对于肾功能已经开始减退的中老年人来说，还可能导致水肿，夜尿频多，反而影响睡眠。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补水，而在于疏通。疏通肝胆经络，疏肝理气，让津液能够正常输布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口干口苦的问题。所谓通则不痛，通则不干。在我几十年的行医过程中，我一直致力于研究药食同源的调理方法。因为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长期吃药不仅有副作用，而且心理负担也重，而食疗是最安全、最温和也最容易坚持的方式。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和总结，我结合祖辈留下的手稿经验，整理出了一款专门针对肝胆经络淤堵导致口干口苦的通络水配方。这款配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食材，在我们菜市场或者中药行都很容易买到，安全无副作用，而且制作简单，在家就能轻松操作。这款通络水的核心配方由3味主要食材组成，柴胡、玉竹和陈皮，然后再搭配少量的麦冬和甘草来调和。这几味药虽然看着普通，但组合在一起却有着千军万马般的力量。我来跟您详细说说每一味食材的功效和作用，以及它们之间精妙的配伍原理。首先说柴胡，在我们中医里，柴胡可是疏肝理气的大将军，它性为寒，味辛，苦归肝胆经。它的主要功效是和解、少阳、疏肝、生阳。它就像一把开路的斧头，能够有效的疏通肝气郁结，缓解经络淤堵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中记载，柴胡主心腹肠胃中结气，饮食积聚寒热邪气，推陈至新。可见它疏通淤堵、调理气机的功效自古就被认可。对于肝气郁结导致的肝胆经络淤堵，柴胡能够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，打开淤堵的经络，让气血和津液能够顺畅运行。没有柴胡，其他的滋补成分都送不到位。接下来是玉竹。如果说柴胡是开路的将军，那玉竹就是温柔的滋养官。玉竹性为寒，味甘归肺，味精具有养阴润燥、生津止渴的功效。很多朋友担心柴胡是疏肝的，会不会过于心散，把津液给耗散了？这就需要玉竹来平衡。玉竹质地滋润，能够滋养肺胃之阴，补充身体所需的津液，
同时还能缓解因肝火上炎导致的津液耗伤。它从补和润2个方面来解决口干的问题，而且玉竹性情平和，不像熟地、阿胶那些滋阴食材那样滋腻爱味，不会加重脾胃负担，非常适合中老年人长期服用。然后是陈皮，陈皮大家都熟悉，就是橘子皮，但我们用的是陈年的广陈皮，它性温、味辛、苦、归脾、肺经，具有理气健脾、燥湿化痰的功效。为什么要加陈皮呢？因为肝气郁结往往会木旺尘土，影响到脾胃的运化功能，导致肝脾不和。很多中老年人在口干口苦的同时，还会伴有腹胀、嗳气、食欲不振等脾胃不适的症状。陈皮能够理气健脾，帮助脾胃运化，同时还能化解阴气机不畅导致的痰湿。它与柴胡、玉竹搭配，既能疏通经络，又能防止玉竹过于滋润而生湿，还能调理脾胃，三者相辅相成，一升一降，一润一燥，效果更佳。最后我们再加入少量的麦冬和甘草。麦冬性为寒，味甘为苦，归心、肺、胃经，具有养阴生津、润肺清心的功效。它能够进一步增强生津止渴的效果，缓解喉咙干涩的症状，特别是针对心烦失眠很有帮助。甘草性平，味甘，归心、肺、脾胃经，具有益气补中、清热解毒、调汗诸药的作用。因为柴胡性为寒，玉竹和麦冬也偏滋润，加入甘草可以调汗诸药的性质，让整个配方的性情更加平和。这就是中医里的汉侍老，同时还能保护脾胃，避免因长期服用偏寒凉的食材而损伤脾胃阳气。这5味食材的搭配，严格遵循了中医疏肝理气、养阴生津、健脾汉胃的调理原则，既针对肝胆经络淤堵的病根进行疏通，又针对口干口苦的症状进行滋养，同时还兼顾了脾胃的调理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而不是治标不治本。可能有朋友会问，这款通络水制作方法复杂吗？我要去买什么特殊的锅吗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在家用普通的锅或者养生壶就能做。我把具体的比例念一下，大家可以拿纸笔记下来。准备食材：柴胡5克，玉竹10克，陈皮6克，麦冬8克，甘草3克。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，食材的用量一定要按照这个比例来搭配，才能保证效果。中医讲究君臣佐使，多一分则过，少一分则不及。比如柴胡用量过多，可能会过于心散，耗伤津液，反而口更干。玉竹用量过多，可能会过于滋腻，导致腹胀消化不良。准备好食材后，制作步骤也很简单。第一步是清洗，将所有食材用清水简单冲洗一下，去除表面的灰尘和杂质，不用洗太久，以免药效流失。如果时间充裕，可以先用冷水浸泡20分钟，这样药效更容易煮出来。接下来是熬煮，将冲洗干净的食材放入锅中，最好是砂锅或者陶瓷锅，尽量少用铁锅，因为铁锅容易和中药发生反应。加入1500毫升的清水，先用大火烧开，烧开后转最小的火慢熬20分钟。这里要注意，一定要用小火慢熬，这样才能让食材中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到水中。熬煮的过程中，不要频繁打开锅盖，以免香气和药效随着热气流失，影响效果。20分钟后关火，将熬好的通络水用滤网过滤一下，去除食材残渣，只留下熬好的水。这样一款色泽金黄、营养丰富、功效显著的通络水就做好了。闻起来会有一股淡淡的中药清香，喝起来口感是甘甜中带着一丝丝微苦，那是陈皮和柴胡的味道，非常顺口。这款通络水可以代茶饮用，每天喝1到2次，每次喝300到500毫升。最好的饮用时间是在饭后半小时，这样既能避免空腹喝刺激肠胃，
又能让身体更好地吸收食材中的有效成分。关于保存，通络水熬好后最好当天喝完，不要存放太久，特别是夏天，以免滋生细菌，影响口感和效果。如果一次喝不完，可以将剩下的放入冰箱冷藏，但冷藏时间不要超过24小时。从冰箱拿出来喝的时候，最好加热一下，或者兑点热水，温着喝。千万不要喝凉的，凉水最伤脾胃阳气，会抵消药效。另外，这些食材是可以重复熬煮一次的。第二次熬煮时，加入1000毫升清水，同样用小火慢熬15分钟。虽然效果比第一次稍差，但也能充分利用食材的功效，避免浪费。我们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嘛。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，这款通络水适合所有半夜口干口苦的人吗？有没有什么禁忌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这里我要跟您详细说明一下。毕竟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任何食疗方都有其适用人群和禁忌，这款通络水也不例外。它主要适用于肝胆经络淤堵、肝火上炎、津液不足导致的口干口苦。您可以对照一下自己，如果您有以下常见症状，半夜醒来口干舌燥、口苦发涩、咽喉不适、胸闷胁胀，也就是肋骨两边胀痛，情绪不畅，爱发脾气或生闷气，睡眠不佳，舌苔薄黄或干，脉象咸涩等。如果有这些症状，那这款水非常适合您。但是有几类朋友要注意。首先，如果您的口干口苦是由于其他明确的疾病引起的，比如严重的糖尿病、干燥综合征等，那么这款通络水只能起到辅助调理的作用，不能替代正规的药物治疗。建议您一定要及时就医，查明病因，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。其次，如果您平时特别怕冷，手脚常年冰凉，吃一点凉东西就拉肚子，大便总是稀溏的，这属于体质虚寒。这款配方中的柴胡、玉竹、麦冬都稍偏寒凉，长期饮用可能会加重您的虚寒症状。如果您是这种体质，但又有口干口苦的问题，陈医师教您一个变通的方法，在配方中加入2到3片生姜。生姜温中散寒，可以中和一下寒凉之性，或者减少饮用次数，每周喝2到3次即可，不要天天喝。最后，孕妇、哺乳期女性以及正在服用其他强效西药的朋友，在饮用前最好咨询一下您的主治医生，避免食材与药物发生相互作用，影响身体健康或宝宝的发育。除了喝这款通络水，我还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一些细节，这样效果会翻倍。那个张阿姨在服用这款通络水1周后就给我打电话，语气都变了，特别开心地说：“陈医师神了，我现在半夜醒来的次数明显减少了，有时候喝一口水就能接着睡到天亮，嘴巴也没那么苦了。坚持服用了1个月后，口干口苦的症状基本完全消失，睡眠质量大大提高，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，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很多。”他还跟我分享说，自己现在不仅坚持喝通络水，还养成了每天早上散步的习惯，走走路，甩甩手，心情也比以前舒畅了，再也不会为一点琐事跟家里人钻牛角尖了。还有那位72岁的陈伯伯，在服用通络水的同时，我还建议他配合一些疏肝理气的穴位按摩。这里我也教给大家，就是太冲穴和行间穴，这2个穴位都在我们的脚背上，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缝隙里。您从大脚趾和二脚趾的根部往上推，推到骨头交接推不动的地方，那就是太冲穴。再从太冲穴往脚趾方向推一点，大概半个大拇指宽的地方，就是行间穴。没事的时候就揉一揉，这2个穴位是肝经的出气筒。按下去的时候，如果您觉得特别酸胀，甚至有点痛，那说明您的肝火还挺旺的，多按按，帮您把肝火泄下去。坚持调理2个月后，陈伯伯的胸闷胁胀症状都得到了明显改善，睡眠也恢复了正常。他说自己现在每天都精神饱满，下棋都有劲儿了。其实中医调理讲究的是3分治7分养，
食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更重要的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第一，保持心情舒畅，这是最关键的。干喜调达而遏抑郁，尽量避免长期焦虑、抑郁、生气。我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但为了身体，我们要学会放下。可以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，比如养花、种草、听听戏曲、唱卡拉 OK， 转移注意力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。心情好了，肝气顺了，病就去了一半。第二，适当进行体育锻炼。中老年人不要做剧烈运动，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方式，比如散步、慢跑、打太极拳、跳广场舞等，每天坚持30分钟左右，微微出汗即可。这既能促进气血循环，疏通经络，又能增强体质。第三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尽量不要熬夜。中医认为人卧则血归于肝，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胆经络当令的时间，也是肝脏排毒修复的最佳时间。这段时间必须处于熟睡状态，肝脏才能得到休养。如果长期熬夜，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还在消耗，会加重肝脏负担，导致肝气郁结、肝火上炎。第四，饮食调理，少吃辛辣刺激、油腻、油炸的食物，比如炸鸡、麻辣锅，这些食物容易滋生湿热，加重肝火。多吃一些具有疏肝理气、养阴生津作用的食物，比如芹菜、茼蒿、西红柿、白萝卜。水果方面，橙子、柚子、柑橘、佛手，这些有香气的水果都能帮助理气。很多朋友可能会问陈医师，这款通络水需要坚持喝多久才能看到效果呢？根据我的临床经验，大部分人坚持喝7到10天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，比如半夜口干口苦的症状减轻，醒来的次数减少，坚持喝15到20天，口干口苦的症状基本消失，睡眠质量明显提高，坚持喝1个月，不仅口干口苦的问题彻底解决，还能感觉到胸闷胁胀、情绪不畅等问题也得到了改善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变得更好。当然，每个人的体质和病情深浅不同，调理的时间也会有所差异。如果您的症状比较轻微，可能喝1周就好了。如果症状严重，那是几十年的老毛病，可能需要坚持调理2个月甚至更久。正如俗话说的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我们要有耐心，给身体一点自我修复的时间。最后我想跟您说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尤其是到了中老年，更要注重身体的调理。如果您正被半夜口干口苦的问题困扰，不妨试试这款通络水，按照我教您的方法制作和饮用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，请不要吝啬您的按赞和分享，也欢迎您订阅陈医师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次的健康养生分享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